你是我的孩子啊！如果我不帮你，谁会来帮你？而且你一个人离乡背井这么远，我怎么可能不愿意去帮你呢？谢谢你啊，妈咪，妈咪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出入平安，万事如意，青春美丽，长命百岁，福比东海，寿比南山，龙马精神，万事顺意，一帆风顺，笑口常开呀！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和1368一起来旅行。我是伊恩，他是小白。今天我们来到 Somerset Dam 的目的呢，就是要为我的母亲准备一份生日礼物的惊喜。那母亲呢，就在老家，远在马来西亚。我就自己一个人在澳洲旅行，我唯有透过这一个平台告诉母亲，我在这里生活过得很好，妈咪请放心。因为母亲啊，总是在老家打电话过来问候，孩子啊，你吃得好吗？孩子啊，你住得好吗？孩子啊，你睡得好吗？孩子啊，你过得好吗？孩子啊，你会辛苦吗？那母亲的问候，母亲的关怀我都收到了。现在我的母亲即将要生日了，我就决定为她准备8份礼物，8份惊喜要送给在马来西亚的母亲，告诉她，妈咪你放心，我真的过得很好。那今天我为母亲准备的第一份生日礼物就是，妈咪，我们来旅行咯，我们来澳洲旅行咯。这里有山，有水，海阔天空，还有鸟，还有鹤啊。那以往在马来西亚帮母亲庆祝生日的时候呢，都会和母亲吃饭，切个生日蛋糕，唱生日歌给她听，然后还要祝老人家永远青春美丽长寿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出入平安，笑口常开啊！是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。今年不一样的就是，妈咪，我带你来澳洲旅行吧。我这么大了都没有带过你出门旅游，好吗？我在澳洲逗留也超过1年了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暂时也还没有打算回马来西亚。那我就以拍视频的方式祝母亲大人生日快乐。这是我最近买的心肝宝贝，我就跟我的心肝宝贝小迪一起来为你吹一首生日歌。
Happy birthday！ 好好笑哦！刚才我吹完过后，下面的那2位年轻人为我鼓掌。我背着笛子去流浪，一点也不觉得孤单，只因有你的陪伴。你还有什么话要对你妈咪说啊？愿她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啊！还有呢？还有啊，我过得很好啊。还有呢？还有啊，妈咪，我长大了。虽然可能我在你的眼中，孩子永远是个孩子，长不大的孩子。我经常都会对我妈妈说“我爱你”的我，然后我的妈妈都会在旁边，因为华人嘛比较保守嘛，但是听了这句话之后，她就会在旁边，在那边微微咪咪笑，这样子很开心的甜到心里面的。所以今天你会不会在视频前对你的妈咪说“我爱你”呀？妈咪，我爱你。再来一次。妈咪 ，I love you。还有啊，再来呢。妈咪，我爱你。还有嘞。妈咪，我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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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怎么你这样容易讲出来的？因为很多华人很难讲出这句话来的哦。为什么我要觉得，因为我是华人，所以我就不能这么说呢？爱就要表达啊，哇，就要表示啊，就要表现啊。安迪，你有听到吗？再来一次。妈咪 ，I love you。现在我们准备了一个生日蛋糕，要送给母亲。这是我和一个朋友亲手做的生日蛋糕。妈咪，你试下。祝福你，在每一天里，永遠多才多姿，心海中聚滿百般好，長存百般美。这个是惊喜中的惊喜，我捡到2粒水晶，送给母亲。有什么感言吗？感言，好像培育了这样多年了，培育了你这样多年了。谢谢你哦，谢谢母亲的包容，谢谢母亲的谅解，谢谢母亲的支持。Thank you。生活上有很多摩擦，相处的时候有很多意见不合，这个是相处的时候就是要学习，就是可能也只有母亲会那么愿意去迁就孩子。如果换作是别人的话，可能都不会这样子去让步吧。我最记得的是最近刚刚发生的，就是当时候我人已经在澳洲了，我要买这辆房车，因为买比租更便宜嘛。然后就是跟那个公司签了约。他就告诉我说车好了，大概1个星期过后他会打电话叫我来取车。但是突然之间
我手上就是拿不出这么一笔钱出来，因为我人不在马来西亚，我是打过很多次电话回去马来西亚的银行，跟他说我要汇款，我需要这笔钱，我需要从我的户口汇这笔款出来。但是因为我人不在当场，所以他们就是说，如果你要汇款，我需要验证你的身份啊，需要注册这个啊，需要通过这个啊，然后还完成什么什么很多步骤的检验，他们才能够汇款给我。那1个星期过后，这辆房车已经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可是银行那边他们还没有通过那些检验。我心里就很急，然后我当时想到的就是打电话给我的母亲。其实这么大个人了，你要跟老人家借钱，我自己都不好意思，我连借钱这2个字我都说不出口，我只是打电话给我的母亲，然后我跟她说，那个房车已经好了，可以取车了，可是银行那边他还是汇不到款给我，拿不出钱。然后母亲知孩子心啊，他一听到他就说，你需要钱是吗？你需要多少钱？我转给你，我怎么样转给你？我转给你，你怎么样拿到钱之类的。然后他就是立马当先，立刻就在短短的1天内把这笔钱汇到我的户口，然后第2天我就可以去拿房车了。几个月过后呢，当我终于可以从户口里面拿出我自己的存款的时候，我就联络母亲，跟她说，我拿到钱了，我把钱还回给你吧。然后我也跟她说，谢谢你当时想都没有想，问都没有问，就把这么一大笔钱汇到我的户口中。然后我母亲的回复，她是说，你是我的孩子啊，如果我不帮你，谁会来帮你？而且你一个人离乡背井这么远，我怎么可能不愿意去帮你呢？然后当时我心里就是很感动啊，因为真的除了他，谁会愿意去帮我？而且当时我想的第一个人，也是最后一个人，我就是觉得只有打给母亲，才能够把这个房车的问题，也就是我住宿的问题给解决掉。所以谢谢你啊，妈咪。当时我真的是，如果你真的就好像他说的，他不帮我，谁真的会帮我？不管一个人的年龄有多大，但是在父母亲的眼中，孩子永远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。那身在远方的我，为了能够让母亲放心，除了第1份生日礼物之外，我还准备了第2份生日礼物要送给母亲。妈咪，请按这边来收你的第2份生日礼物。Happy birthday！